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节目请来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周群老师，欢迎；来自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徐伟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胡磊老师，欢迎。了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们结婚38年了，从年轻时他就爱喝酒，总是出去喝酒，见不着人，家里事也不管。因为这些事，我们总吵架。我总觉得他就是以喝酒为理由来逃避家庭的责任。我这个人呢，就有爱喝酒的毛病，在一起有大半辈子了。他因为我平时爱喝酒，骂了我大半辈子。我们现在已经退休了，我想和他过好老年生活，可是他总找各种理由喝酒不理我。他这个人呢，一直都这样，特别强势，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也不和我商量。我在这个家是没有一点地位，说话也不算数，我只能通过喝点酒来缓解心理压力。几十年过来，我们之间问题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卢先生64岁，来自湖南退休，有请卢先生，有请。熊女士61岁，来自湖南退休，有请熊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啊！结婚38年了，是吧？是的。哦，孩子有几个呀？一个孩子。结婚了吗？结婚了。喝了一辈子酒？喝了30多年了。平常你一顿喝多少啊？我一般就是平常一个人喝的，就喝个1到2两。1到2两啊？每顿都喝吗？几乎。哦，早中晚都喝。早上还是不喝了。中午喝。中午喝。晚上喝。有时候晚上也喝一点哦。哎呀，是挺痛苦的。是的，他就是说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爱喝酒。哎呀，那个时候没管他呀？那个时候也管不住啊。小片里好像您说他是因为喝酒什么逃避家庭责任，是这意思吗？是的。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让我们。你像91年吧，他母亲就因为高血压中风了，他父亲呢也年岁已高。我呢就把他父母都接过来了，接过来当时小孩还小嘛，他呢就喝酒，每天回来呢就昏头大睡。我还有工作，我还顾家，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承担，啥事都是我做，他都不管，什么都不管。那原来也是我的工作性质问题啊，我经常要出差啊，在外面要应酬啊，要搞业务啊。那你能少喝点酒吗？那总要回来你管一下父母也行，管一下孩子也行吗？连孩子什么你都不管，父母都不管，都是我一个人管。因为我在外面待的时间多啊，就是家里面的事情肯定就你承担的多一点不？您觉得您爱人容易吗？那也不简单哦。啊，不简单。对。苦不苦啊？苦。那你心里愧不愧疚啊？愧疚也没办法了，当时理由嘛，应该搭把手的嘛。这是喝酒，其实耽误了对家庭的照顾。他因为喝酒受过伤什么的吗？因为常年喝酒，年纪就开始喝。他有一次喝酒吧，喝酒回来，喝得醉醉的，回来以后就吐的一地都是的，一床都是的。我呢还又要跟他搞卫生不？搞卫生的时候呢，我就闻的那个酒味，你知道那个很恶心，那个味道很恶心是吧？我都跟着吐得我胆水都吐出来了。我那个时候真的心里烦死了。最可恨的还就是说，他怎么呢？他到了晚上3点多钟的时候，他说他要吃饭了，我就起来了，就煮了碗面条放在他床头，半天还没看到他有动静。那时候是工作原因，就是来了一个重要客户，所以那天晚上回来呢，确实呢醉得很厉害的，就是呢肚子那时候又饿，就是到了晚上呢，我就叫他跟我煮碗面条。他煮了放在那个床头呢，当时呢，我确实拿筷子那个力都没有了，我就想要他喂一下，又不好开口，
就是这样子。后来我看到他那么可怜不，我还是为了他，但是为了他以后，我心里又气又恨，我就提出离婚，分开算了吧。我要照顾你家父母，还要管孩子，我还要管了你，你经常这样子喝。后来他爸爸妈妈、他姊妹他们呢，就劝他呢，我呢就也看着孩子还小吧，也很可怜的吧啊，我就也打下了这个念头嘛。啊，她讲的其实是她曾经有过跟丈夫离婚的这个动念，是这样吧？是的，我当时确实有这个想法。行，那您还是回答我那问题吧。她因为喝酒受过伤什么的吗？受过很多回吗？还是几回严重吗？伤，严重。最严重的是，最严重的是把牙给磕了。那次是这么回事的，朋友儿子呢就结婚，他呢就去喝喜酒，他回来的路上呢，他就骑单车嘛，就碰了电线杆上，当时呢就摔到了不省人事，还是路边的好心人啦，打120把他送进了医院。送进了医院以后呢，别人就因为他手机嘛，就打电话给我，我就赶了医院，一看是整个门牙都没了，上下的门牙都给创掉了，脸上的缝伤缝了10多针。所以她喝酒这点事儿，其实对您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对吧？对。现在还喝啊？现在还喝。年轻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啊，您说有应酬，现在呢？现在还有应酬？也不是，就是几十年了，我也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喝点酒啊，钓钓鱼啊，就是这样子。您给自己这个喝酒找过？你别说钓鱼，他现在钓鱼啊，钓鱼他坐在那个鱼塘边了，他现在都带瓶酒去。哦，是喝酒去了。我钓鱼也是带那个一小瓶，有时候钓鱼的时候啊，你要打那个诱饵，要把那个酒啊拌在里面。你想喝就想喝，就借口。有时候钓鱼在那里无聊，也喝1、2口，这很正常不？你要是喝多了，滚到水里面怎么办呢？就那么一小瓶，没有人看见了。就那么一小瓶，怎么会醉呢？况且有时候谁说你带一小瓶还是带一大瓶？况且有时候我根本还没喝完，我也带回来了。那么爱喝酒啊？几十年了，没别的爱好啊。有一回，他朋友的父亲过世啊，他就去帮忙。你看他帮忙帮到哪去了？他帮到医院去了，把那个右胳膊了就摔断了。本来朋友的父亲去世了是吧？就本来就很悲痛，他还给人家增加了多少麻烦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那次是这样，我玩的好的一个哥们，他父亲去世了，我那个朋友他也喜欢喝酒，他当时也很悲痛不。一个人在那喝闷酒，我说我陪你喝点了，就是想开一点了。后来喝了点酒，后来呢，他叫我去帮忙布置那个灵堂什么的不，我就爬到那个楼梯上面帮他布置那个灵堂啊，挂那个坟符什么的啊，就爬上去，一不小心呢，肯定就掉下来了。这也是个意外不，我也不想掉下来不。啊，那次朋友聚会呢，出门的时候我跟你说少喝点，别喝醉了。那个聚会是这样啦，是我们同学聚会，早几天我就跟他打了招呼，我说我要去参加。结果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就一拐的拐了那个脚就回来。哎，我说你怎么了？他说他摔了一跤，结果我一看就肿起来了，只好陪着他到医院去。结果一到医院去呢，就照片嘛，结果就是右踝骨就骨折了，骨裂了哦。这喝酒是把门牙摔过，对，把这腿也摔断过，是吧？对，这都是您干的。当时是什么情况呢？同学聚会，就是多少年没见面了，就大家一起喝吧，大家开心嘛，高兴嘛，这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他就是把他那个侄女啊接到身边来带。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又没跟我商量，又没跟儿子商量。根本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那个侄女呢是这样的，因为我弟弟过世了嘛，我那个侄女才1岁多嘛。我的父母亲他就想到了我弟妹呢还这么年轻，肯定要改嫁嘛，是吧？如果改嫁的话呢，带到男方家去呢，要是男方虐待他呢，他老人家也会舍不得，是不是？后来呢，就跟我商量，他说，你带他算了，反正我毕竟是姑姑嘛，对就是我也没想那么多，我也想着看子女那么可怜我就把他带回来了。我理解，就是但是这事儿您没跟您爱人商量是吧？对，没商量，根本就没商量。我想的一个也是带2个，那这个侄女儿一直就您带大的？从1岁带到7岁多吧。后来怎么了呢？跟妈妈走了还是？后来因为我也没工作了嘛，
因为那子女啊总是在我身边啊，有病啊，我总是请假，搞得我就没工作了嘛。没工作的话，就经济条件上不允许了，是吧？所以他带过来啊，他以为就喝口水就能长大，吃喝拉撒一大块，那么容易啊，生病住院啊什么的。那时候我们经济也很困难，精神压力啊，生活压力啊。你看我这个头发就是那个时候掉的。那时候好痛苦的那时候，他跟我儿子的关系啊，就也是这样闹僵了。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一个小孩带回来又是自己的子女，毕竟呢，我小孩的话他是他妹妹嘛，对，这个都不重要嘛，重要的是在这里面，这个丈夫给了一个喝酒的理由嘛，就是家里面的事儿您不跟他商量嘛。然后侄女儿来了以后，让这个家庭的很多关系变得太复杂，她应付不来嘛，所以喝酒去解压，是这意思吧？是这意思。行，这事儿这都过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就是因为他一直喝酒，一直喝酒。现在我们都退休了，他还不改这喝酒的毛病呢，一直就不改这个毛病，一直喝酒啊，逃避啊。那现在对家庭生活有什么影响了？这年轻时候肯定，你看我们单位每年就体检嘛，体检的结果呢，就每年就身体不好，是不是？是的，有酒精肝。酒精肝，几个男人没有酒精肝啊？又不是什么大毛病。大毛病不是小毛病引起来的。为什么说未病先治啊？你看这么多年，就是我上次摔了这个脚啊手，就住了院。那什么时候我住过院呢？什么时候看过病呢？不吵，听明白了，因为身体检查。肝有一些问题，所以您担心他的身体，对吧？对，这是第一块影响。还有别的影响吗？在生活里？生活中嘛，你像我们都退休了是吧？对。退休了，我就想着呢，一起呢就去旅游啊，去玩一下呀。他都不跟我去，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去。我跟你说过多次，我那时候在外面出差跑得比较多，现在年纪大了，我不想出去了，不感兴趣了。你要旅游，我都支持你。你想去哪去了？你非得拽上我去干什么呢？你像去年，你就是太强势了，什么事情你说了算，你说要去哪里去哪里。在家里我没点地位，我说话根本就不管用。我太强势，你一天到晚喝酒，喝得醉醺醺的。你看小孩读书，升小学、中学、大学，他什么都不管，他自己就是喝得醉醺醺。不是我强势，是你自己不管引起的。是你强势啊，你什么都要管了，你就干脆管吧，什么都归你管吧。我就是这个态度。你现在就怪我强势了。不是，这跟您喝酒也没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喝得醉醺醺呢，不管事啊。他就一天到晚睡的。您的意思就是，反正他那么强势，我就在酒里面去找我自己的生活。借酒消愁，我就这样子。您还借酒消愁啊？那您这老年了有什么愁啊？我烦啊。烦啥呀？让您去旅行挺好的事儿啊。什么事情都要听他的啊，我不想去啊。退休以后，他叫我要他去，他不去啊。他要我去锻炼，跳什么广场舞？哪个大男人去跳舞啊？都不是。不跳广场舞，你可以去打太极拳呐。太极拳我不爱打啊，我在家里面做医疗保健操也是锻炼身体啊。你猜他什么时间做？他晚上我看电视的时候，他在家做回春保健操，他拍呀前啊后啊左啊右手拍不拍？我是在客厅里面做的，你可以到房间里面去看电视啊。不影响我呀。那怎么影响呢？你拍的响声的，我要看电视啊。您是故意的吗？不是，他叫我早上去，我的这个人呢习惯呢就是睡懒觉，早上起不来。我就在家里面，我自己还是动一动。有时候呢，天气好啊，在外面钓鱼，那也是个锻炼吧，修身养性嘛，对不对？你们双方是不是现在看谁都不顺眼啊？是的，我们就是这样子，经常吵架。他就是老管着我，太强势了。我在家里没点地位啊，说话都不管用啊。你不管了，你喝酒啊，你喝酒啊，你一天到晚自己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你看他现在退了休了啊，你就不要去喝了嘛，还跟朋友。一个礼拜还聚个2、3次去喝酒，一个月还醉几回回来。你这么大个年纪，你要摔了喝了怎么办？你说我退了休以后基本上没醉过吧？你自己认为没醉，你不是颠颠倒倒颠颠，万一醉了。我跟你说，我一不抽烟，二不打牌，就是喝点酒，这是什么吧？总要有点爱好不？你爱好，我让你去旅游啊，他不肯去，结果我去了，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你看我心没有怎么想。是不是？结果我去以后，我跟导游住一间房，就只有这样安排，因为都是2人一间房嘛。我跟着导游住一间房子，那不好咯。
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都老夫老妻了，也不是像那么小情人那么恩爱，就是因为这样子，我经常就是气得啊，我就回娘家去住他1、2个月，我不管他。那你们这就算不定期的分居了是吧？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他喝酒的酒难闻，我们基本上就是分床睡的。哦，那现在也是分床还是分屋啊？分屋了，1人1间，小孩也出去了嘛，我们俩各过各的了是吧？各过各的，是的。等于您过您的钓鱼、喝酒、聚朋友的日子，您过您的旅游回娘家，逃避酒鬼的日子，是的，是的。那今天谁想来的呀？我想来的。想来干嘛呀？想来劝他戒酒。哦，就您还想跟他好好过是吧？要是他能改的话，我还是。他改了呀，我跟您问问，能改吗？这个呢，喝了几十年，你要我一下子改了，立马改呢？不可能，不可能，也不是1天2天的事，是不是？只能慢慢来。啊，对，委屈是吧？38年没做过主是吧？没做过主，我觉得酒还是要喝点咯。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人，酒还是要喝点吧，是吧？要不然没点爱好了。是，所以现在的问题，酒是其中的一方面哈。但是酒带来的好像是2个人已经开始交流越来越困难，开始争吵变多了，是吧？是的。生活的方式和方向也发生了变化，等于玩不到一起了，是这意思吧？是的，是的。所以您妻子非常着急，您离不开她吧？她主要是管得太严。您离得开她吗？离不开。离得开酒吗？酒也离不开。你看他打酒打得特别确定，酒离不开。也离不开，他也离不开，所以你希望你的生活还是在他谅解的基础上，能让你喝点，是这意思吧？对，少喝点了啊！医生说这个酒少喝点，对身体有好处啊。体检结果是禁酒啊！啊，没说啊，你没看清楚，他是戒烟限酒啊。我是你在这里强词夺理，我是不抽烟。好，我再问您，限的是限量。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其实喝酒嘛，出去旅行不也可以喝酒吗？为什么不愿意陪他出去呢？出去他肯定不要我喝酒的，这个我很清楚。偷偷的喝。他出去了，我可以在家里喝点啊。所以您不陪他去，并不是因为年轻时候去的厌了，而是害怕没酒喝，是吧？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呢。行了，事儿听明白了，您是希望2个人安享幸福的老年生活。是的。发现这个酒是一个拦路虎了。您是觉得一辈子反正都这么过来了，让我把酒戒掉也戒不掉了，希望他能宽容和谅解一下您。对，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38年的婚姻了，大哥一直非常愤怒的在台上声讨，你就是特别强势，家里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我哪有说话的余地呀？但是实际上，大哥这30多年，你这酒不一直喝着吗？你也从来没间断过，所以我觉得骨子里你也挺强势的，是不是？而且大姐反复的表达，你看退了休，咱俩也到诗和远方去看看，你死活就不乐意。你说你去看吧，我就不去，我就在家里待着。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也不是你说的那么弱势，在家里没地位，你还是有你非常强势的一面的。只不过你可能比如说在语言上啊，有些事件上不跟大姐一样那么较劲儿，但是你有你的坚持，对不对？所以呢，我想到了那天，我估计大家可能都看过那个照片吧，就是在这个广场上，一个老太太和另外一位老先生正在欢舞。而且不是那个广场舞，人是交谊舞，跳得特好。隔壁在那个台阶上坐着一个轮椅的老头，眼巴巴的看着。你不愿意陪他去旅游，那这时候真有一个特别愿意跟他到远方去看看的，到外面的世界他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的老先生，和他一块儿去了。我不知道您心里作何感想啊？那肯定我不愿意了。那如果是一个老先生陪他去，或者是你陪他去，你要放弃你的坚持，你愿意吗？那他还是要允许我喝点酒。所以我说了，你其实一点都不弱势，你其实挺坚持的。他老盯着你说，你觉得烦，他是真关心别人去，你心里也不舒服了，是吧？你应该站在他的角度多考虑这个事儿。包括我觉得他刚刚说到那件事可能没跟你商量，做得不好，但是我觉得他做得非常伟大，就是弟弟的孩子，他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
一直照顾他。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孩子照顾都特别麻烦，何况是带来另外一个孩子到这个家里。其实他没说，但是他心里的压力和精神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他要一直照顾这个孩子。你觉得压力大，头发掉了，借酒浇愁，他都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浇愁了。包括你的家人都是他在照顾，所以我觉得女性有时候压力比你大，她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排遣。你有酒，她有什么呢？她只有你，跟你说几句，你还说你那么强势，都是你说了算。我觉得你能不能站在他的角度，你也成为他的酒，让他能够借助你来消一消愁呢？大哥，好吗？谢谢。谢谢周群老师。我觉得酒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当它被某些人拿来当放纵自己的借口的时候，酒就成为了最大的问题。这个酒好像就成为了30多年你们的一场战争，这是你的底线，而那是他的目标。但是为什么要你戒酒？大哥告诉我，为什么你的老婆要让你戒酒啊？为什么？那他也是为了我的身体好了。哦，你还知道哦？那上一次体检是什么时候啊？让你限酒？每年体检都是这个结果。医生的建议让你限酒，对吧？那你觉得该不该遵医嘱呢？我觉得应该还是要遵医嘱，但是你减了吗？适当的喝一点应该还是可以。适当的喝是可以的。你要知道，在这个让你戒酒或者是限酒的背后，是老婆对你的爱，对吗？是的。但你偏偏改不了，改不了就是其实你就想证明自己，我在这个家里是有话语权的，是吗？这就是我一点点爱好，就喝点酒。那是你一点爱好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其实你已经占了30多年的便宜了。在38年的结婚的日子里头，你没有起到太多自己丈夫的责任，偏偏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照顾自己的侄女那件事情，你借此拿这个借口说了30多年。我觉得你应该放过大姐，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你应该放下。因为什么？大姐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这个家，为了你，为了周围的亲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她爱你伤害她。如果没有她的话，你喝不了这么多酒，对吗？因为你喝酒了醉了，谁照顾你啊？谁半夜起来给你喂饭啊？谁去操持这个家呀？正是因为大姐对你的包容，对你的爱，让你能够踏踏实实喝点小酒。否则呢，你就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雨。所以说，如果没有大姐支撑，你是根本就没有喝酒的资格。那好，那现在我能不能给您一个建议？遵医嘱是为了你的身体，酒这件事情，你能不能低一低头，说我能够尽量的去戒，我现在就开始减，给大姐一些回馈，仅此而已。大姐要的并这么多年30多年的婚姻就这么过来了，你们之间没有本质的问题，没有原则性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不能低一低头？你稍微低一头，我相信大姐一定会给你更多的爱。就这样。谢谢曲总。二位好啊，我想说的一点是我看到的问题，我觉得不是酒精惹的祸。卢先生，我觉得照你现在这样喝是肯定要喝的，但是对于熊女士来说，你可以喝，但你不能无视我的存在。就是问题在于，你把我38年的心甘情愿当成了理所当然，就是你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呀。年轻的时候你就应该照顾家，我就应该这么喝，然后你就不应该把你的侄女带到我们家来。那你想没想过，如果是您的弟弟的孩子，你需要带过来，他要是不同意，然后这么多年还一直拿这件事儿来戳你，您会怎么想啊？这个事情的关键是开始一直没跟我们商量。你会不会不管商量不商量，你一直拿这件事戳他，你觉得就翻回来，你会怎么想？
如果是你的弟弟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让你戒酒是从你的身体角度考虑，是真的担心你有一天倒在酒桌上，因为酒而造成一些身体的损伤。但是更多的我看到的问题是，您完全忽视它的存在。我要说干什么，你偏不这么干。我希望你陪我去干嘛，我偏不去。你以自己的意愿为生活的主导，完全忽视它的存在。我觉得要从您的心底去意识到一个问题：这么多年的夫妻恩情，他对您的付出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您转变现在晚年生活对待老伴儿的态度的话，我相信他觉得你在喝过酒之后，他去照顾你，我是心甘情愿的，我这么多年值了。我无非就是叨叨一些，你少喝点儿，少喝点儿。但是如果你陪着他出去旅行，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不相信那个时候你喝一点酒，他会很不高兴。我相信我说的应该是您心里一直有的一个心声。是的，不是谁强势不强势的问题，也不是这个酒到底怎么样，确实是会对身体不好。可是他心里非常明白，你是戒不掉的。我让你戒酒，犹如要了你的命。但关键让人闹心的，让人心里面憋屈的是在于，这么多年了，我这么照顾你，然后到现在你忽视我的存在，你偏要跟我对着干，你让我日子过得太不舒服了。你哪怕让我有一刻舒心，我觉得这么多年的付出都值得了，也行，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放下执念，放过彼此，稍微配合一下彼此的步调，让他舒心，您也就舒心了，不是吗？好，谢谢二位。谢谢莎娜老师。如果你的丈夫不经过你的同意，也把他的弟弟的孩子带到家里来，你能接受吗？我就是我在这个方面，你直接回答我，你能接受吗？一带7年，你能接受吗？能接受吧？你能接受？没有跟你商量的情况下，他弟弟跟你弟弟一样走了，他把自己的侄子带回家里来一养7年，你能没意见吗？可能也许你肯定接受不了。你现在说你能接受，是因为你带了你的外甥来，所以你才会这样说。在那样的一个时期，那样的一个家庭，多一口饭吃，带一个孩子进来，那就是个负担。但我没有说你这样做完全不对，但你跟他不商量就不对。所以在这件问题上，你是不是做得特别强势？还有一点，我再问你，如果对于你把你弟弟的孩子带到家里来养，他没有持反对意见，没说什么，你能让他喝酒吗？你就不会有那么反对了。这其实是一件事情的2个平衡而已，对吧？是吧？大哥，你知道你自己老得很不像样子吗？你看看你的头发，看看你的脸，你再跟大姐比起来，你们2个像2个年代的人。知道。你看你自己2个人站在一起，不像同年龄的人呢。很多沉迷于酒精当中的人，其实就是在逃避现实，觉得自己特别失败，没有一件让自己觉得自己做的特别骄傲的事情，其实就是回避。其实我在想哈，你难道不知道他弟弟的孩子很可怜吗？是可怜。你知道他很可怜，但一个方面他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就接回来，还有一方面就是在家庭生活当中他确实比较强势。如果这么大一件事情把一个人带回家里面来养7年，你都跟你老公不商量，我可以想而知你在生活当中有多强势。我觉得你在生活当中一定是事事都你做主的，有点吧，对不对？所以在生活当中你肯定也有你强势的问题。而对于大哥来说，我只想说一点，如果你认为这些年来我除了交了钱在家里之外，我的确对家庭没有做到一些责任感，那你就自己瞧着你晚年该怎么做。一个男人也许这辈子干不了一件特别惊天伟地的事情，但至少不会做成天让家里面担惊受怕的事情。你明白吗？
就这样吧。好，谢谢涂老师。我想起一个词儿啊，叫自以为是。啊，就我们在生活里面特别容易自以为是。姑姑嘛，要帮助家族做这个事儿嘛，自以为是的把事儿做了嘛，这是一种自以为是嘛，对吧？自以为是我老婆很强势嘛，但是有没有倒回头问一下，当他把你的父母都接来，也没跟你商量。当你在外面纸醉金迷喝的时候，不是也没商量吗？在我看来，这个性质是一样的，这就是生活，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就双方都自以为是嘛。我自以为我可以扛下家里所有的负担，这叫心里话，所以我强势啊。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又回到那个逻辑推论里面来了。到底是谁先在外面喝的酒，把家都撂在这儿了吗？我们把这话说清楚吗？怎么追这个责任？没有什么责任可谈，就是在婚姻生活当中，双方都太自以为是了，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办。你的想法是我这样做就是个好妻子啊，我这样做就是个好姑姑啊，我这有什么错吗？你怎么会反对我呢？你的经验是很简单嘛，你很强势，你做你的好人，那我什么也管不了，我就去逃避嘛，所以我喝酒嘛，不都自以为是吗？你们没有沟通过呀。现在咱们就看现实吧，就到这个岁数，现实是最重要的嘛。酒精肝小心了啊，不是每个喝酒的男人都有酒精肝的啊，这酒戒不掉，您得想办法戒。不危言耸听啊，只讲常识问题，酒抓紧戒。就周群老师描绘那幅画面特别好，你愿意瘫在轮椅上看着别的男人搂着你的妻子在那儿共舞吗？不愿意。你愿意因为自己喝酒喝瘫了之后，就让他每天给你把屎把尿，给你翻身擦身子吗？你愿意给他添那个麻烦吗？不愿意。你愿意把他累倒之后，你们两个人都瘫在床上，然后让你儿子和你儿媳干这点事儿，你愿意吗？不愿意。接下来有你们认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对你们来说都很重要的人的一段发言，你们两位看一看，好不好？这是他们儿子的一段谈话，我们看一下。从小到大呢，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我妈她在做主。初一的下半期的时候，我们家就来了一个妹妹，后来就是这个矛盾啊，越来越让人接受不了。因为那时候处在青春期，性格都是在叛逆阶段，所以我当时呢就从班上的前5名到了倒数第2名，我就想用这种方式引起他们的注意。结果我如愿以偿了，妹妹也送走了。但是我后面高中又寄宿了之后，我一回来就看到我妹妹在家里面了。这个事情呢也没有经过我爸的一个同意啊。我妈呢一直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爸妈呢年纪有这么大了，前段时间呢他们也是分居了，这让我心里也很难受。我希望呢我妈就不再那么强势，我爸呢遇到事情也不要逃避，要及时的来沟通。我也是衷心的祝愿他们晚年幸福。行吧，你们自己来掂量这个分量吧。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他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们结婚30年了，你喝酒也喝了30年，我劝也劝了30年了。我希望我们老年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你能陪我去旅游，把酒给戒了吗？去旅游的话，心情就会放松，这样身体就好一些。刚刚看了儿子视频，我也很感动。就是我也希望你呢不要太强势了。这个酒呢，我适当的喝点，养养生还是可以的。我因为你就是太强势，管得太厉害了，什么事都要管着我。谢谢两位啊，请回。来，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天头。这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委屈的都不行了。
保重身体吧，两位。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老婆，38年了，我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家庭的付出，感谢你对我的关爱，谢谢你，辛苦了。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谢谢老公。我说句只是誓言。I marry me, my baby。每分每秒每日每夜每一个你都是幸福的期待。这礼物送给您。谢谢。好好贴贴脸，调节心情，身体健康。谢谢。保重身体吧，好吗？谢谢两位，请回。每一个我都比你多爱一点，只求永恒有追求，就算停止学。希望今天老师们给开的不同的角度，能给你们一些启发和启示吧。来，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但自从我工作过后，我觉得我们好像越来越远了。那些难以说出口的小失望，都让我对这段感情渐渐失去了信心。他越来越没有耐心，不成熟，对未来也没有具体的规划，甚至于他现在有很多事情都瞒着我。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他还是不相信我对他的感情。他总觉得我们不像之前那么好了，但我觉得我对他从来没有变过，反而是他变得更矫情，占有欲更强了。是他太敏感了，还是我真的做错了什么吗？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俊，22岁，学生，有请小俊，有请。小文，22岁，运营，来，有请小文，有请。欢迎两位啊！主持人好，老师好。这个小片里说的那种说不出口的小期许，一个一个的破灭，很难受，是吧？怎么认识的呀？两位是？我们俩是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认识的。现在你在工作，对吧？对。我在上学。你在上学，你心里也是满腹委屈，对吧？就是他经常在我面前莫名其妙发脾气，我认为我们的感情很正常啊。然后他经常就是因为一些小事，总是莫名其妙对我发脾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谁要来的？是我要来的，因为我觉得自从我工作过后，其实我们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他总是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说事儿，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认为我们之间和平常情侣一样啊，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来节目的前几天，我都觉得可能还到不了上节目，可能我们俩就崩了。要崩了，怎么了？说说吧。就是工作嘛，因为我可能刚毕业，工作时间也不长，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那天就领导批评我嘛，然后我就觉得挺难过的，挺委屈的，想跟他倾诉一下，但是他就挺不耐烦的。难道我之前没有安慰过你吗？你好几次给我提过这种事情，我都是先给你想解决办法，然后之后你每次都，我觉得你每次都很不耐烦，你都希望。但是我每次都安慰你了，也给你想过解决办法。但是你给我想的解决办法，我觉得没有办法可以实行啊！你说让我辞职，或者是让我直接去找领导。主持人，我解释一下，因为领导跟他分配的工作和在所在的职位完全不相符的，然后我叫他跟他领导换工作或者加工资，他都不照我的实行。我身为一个学生，你叫我该怎么办？我也无能为力啊！而且我也不需要你给我讲这些大道理，我也不需要你给我解决办法。我那天都哭了，你就安慰我就好了呀。我哭了，你还说你为什么难过？我不懂你为什么难过。你也没跟我直说啊。我怎么跟你直说？我边哭边说，你安慰一下我。你每次都是这样，之前我都安慰你的，就只有一次没有安慰你，你就这样。那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难道不了解我，也不理解我想要什么吗？你说我不了解你，你了解过我吗？之前我跟我学校其他女生出去聚餐，只是当天我没有告诉你，第二天我照常跟你正常交流一下，
我们俩最近的生活。可是主持人，你知道那天的情况是，他跟人家女生出去吃饭，那我肯定吃醋啊。几个？3个。哦，是这么一个情况，主任，我解释一下，因为我在学校加入一个社团，然后他们叫我们社团人一起吃饭。那社团里，然后我和其中一个男生都回了他们，然后另外一个男生是因为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你们社团那么多男生，别人也没说去啊，就你说去。而且我事后也告诉你啊，我并没有骗你啊。那你也没有提前跟我说啊，你总是这样瞒着我。而且我为什么这么建议你瞒着我，就是因为有一次，就我们俩还因为他瞒着我这个事儿闹分手。就是那天下班嘛，周五，我想着去他学校找他，然后他说，我明天要上课，我明天是啊，我是第二天有课，第二天1天的课。但是你后来不是跟你朋友出去喝酒了？我去找你，你就不让你朋友叫你喝酒，你就马上就去了。而且他也不是告诉我的，因为我们俩 QQ 关联了，我看到他朋友给他发消息，他马上就回去啊。然后晚上我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瞒着我？他还理直气壮的说，你要觉得谈不下去了，就别谈了吧。因为我觉得我告诉他，他也生气；不告诉他也会生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你当时那件事儿是你瞒着我呀？我当时也没跟你说出分手2个字啊，只是说我们冷静一段时间。你那句话跟说分手有什么区别？谈不下去就别谈了。而且就我们来的前几天，他又是这样，他跟朋友出去玩也没提前跟我说，然后我也找不到他人，就大晚上11点半。我当时是怎么跟你说？我是忘记跟你说，不是没打算跟你说。我就不相信，你就给我发个消息，那几秒钟的时间都没有吗？当时我们是一群男生晚上出去吃个饭。最关键的是，他朋友跟他说你不要告诉你女朋友，免得她又生气，他就真的不告诉我。我朋友这么说，难道你心里不知道吗？之前我那个高中同学来找我，因为半年多没见了嘛，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我们在饭桌上就闲聊了几句，说等会儿去喝2杯。我只是在饭桌上跟他开玩笑，然后你整个饭局过程中，你一直丧着个脸。本来学生1个月生活费也没有多少，我就怕你到时候又是那样子，到时候钱都花光了，到了月末又没有钱花。出了饭店之后，是不是你直接扭头就走了，毫不顾及我的面子？后来是不是我把你拉上车，把你送回家了？我走的时候，你朋友都知道来劝我说别走，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让他走吧，你让他回去吧。到最后还是我拉着你回去了，每次都是我哄你，基本上你很少哄过我。也没有每次都是你哄我吧。还有一次，我觉得他特别幼稚，就11我闺蜜来找我说来找我玩2天，然后他就因为这个事儿就跟我生气。为什么？因为他是30号当天跟我说，本来我之前跟他说过，假如你11有安排的话，我可以回家，我可以提前抢票回家，或者和我室友安排好11的活动。然后是30号跟我说，当时我室友已经提前回家了，然后我也抢不到回家的票了，你把我一个人晾在那里，然后她去陪她闺蜜了。她也是临时跟我说的呀，我也不是。我当时想，我身为你的男朋友，你为什么不直接拒绝你闺蜜，而是去陪她呢？他也好不容易来找我玩一次，就不能我那2天陪他，然后后面再陪你吗？他也好不容易来找我玩一次。你也可以提前跟我说一句啊，提前跟我说一句，我10月1号到10月5号，我可以先陪我朋友或者回家，10月6号再来找你啊。这么大男生一个人待不住哈，总得有人陪。而且我当时我宿舍整栋楼的人只有几个人，只有我隔壁寝室有1个人，还有我1个人。委屈坏了吧？但是你现在才跟我说你觉得不开心，但是当时我闺蜜来之前，我怎么哄她？我说你为什么不高兴？哪里不高兴？你说出来，她就是一直跟你丧着个脸，她就不跟你沟通。你每次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吵架的时候不说。我觉得今天在台上是你说话最多的一次。我们俩吵架都是我一个人在那儿说，我一个人在那儿说半个小时，他都可以一句话不说。好，那你也别说呗。那我们俩永远都这样吗？总要解决问题啊，要不然怎么继续走下去？挺较真儿的2个人。女生现在觉得怎么了？我就觉得他的生活里面好像现在就是不太
没你是这意思吗？我觉得我没有吗？我基本上除了上课，其余时间都是陪可是你就算来找我，你也是自己在那儿玩手机啊。我让他陪我去逛街，还没逛1个小时就说我们回去吧。你也知道我爱打游戏，我现在连自己打游戏的时间都没有。打游戏就那么重要吗？我又不是没有给你打游戏的时间。曾几何时，年轻人谈恋爱的第一敌人不再是异性，而变成了游戏了哈。你刚才说在他的生活里没有你哈，这是一种感受，还是实实在在的有一些事发生？毕业准备去哪儿啊？毕业有打算吧？对啊，他就是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规划，感觉他也没有把我规划进他的未来里面。那你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就是个现实主义，我今天过得好就行。因为我毕竟还在读大学，我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那你跟我在一起，你就没想过跟我走到最后吗？我有想过，而且我现在工作了，我本来就是个很没安全感的人，你这样我会觉得我也有自己的学业要完成啊。我每天我这个专业课很多了，我把我课表也发过给你。我知道你课很多，我不是说非要你经常来陪我，我就是希望你的那些事情你可以跟我说一声都可以，我也不是不理解你。我也不是故意要瞒着你啊，那天我只是一直没看手机而已。你记得你自己有一次你说我有时候不告诉你，就是想跟朋友在一起。男生这个要毕业了对吧？对。什么打算啊？目前工作还是考研？准备考研吧。这个女生刚才非常直白的说，我想跟你有未来。你说我想活在当下，对吧？关于未来你没有考虑过，对不对？全场听下来就是我只谈我自己的感觉和感受啊。你们俩这个谁也听不懂谁在说什么，或者说不愿意去听，都在强调自己的感受。女生跟你诉那些苦，真的是想让你帮她出主意吗？人家那个话翻译过来就是来拿个肩膀我哭会儿，拍拍我要撒会儿娇，是这意思吧？他又不跟我明着说，我哪里知道？这不才谈恋爱的魅力吗？探索也是恋爱其中之一嘛。你要去了解他嘛，你这就烦了，没有耐性了。因为之前有好几次我都开导他，安慰他。这不就是谈恋爱吗？那你谈恋爱谈什么呢？探索一个人的脾气，了解一个人的秉性，这不是谈恋爱的一部分吗？对不对？女生有的时候也听不懂男生在说什么，你完全也活在自己的中心里，你能听得懂男生为什么再一再二再三再四的骗你吗？不知道，就是可能觉得他没有自己的空间。对，他会觉得这个恋爱谈得让他有点累了，对吧？想干其他的一些事情了，是不是这意思啊，臭小子？但是你要记住一点，他还有心情骗你，还愿意花心思骗你，说明还比较在乎你。所以你把事情拆开了看，你会发现哦，我们在很多沟通层面是有问题的。当然，除了沟通层面之外，还有另外的问题，这就是双方差距的大。所谓的差距大，大在哪儿？大在对未来生活、对未来两个人情感的一个期许上，你们现在是不对等的。当然，这是我的感受。老师们会怎么看？怎么帮你们分析？你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好不好？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当听到他们俩诉说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的就对小伙子这说话的方式和口气非常不喜欢。无论是他哭还是他讲述，其实你都非常不耐烦。这种不耐烦，我想不仅仅是表现在这个舞台上，一定还是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出去跟朋友吃饭不告诉他，无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你都不想跟他说，或者你谎称忘了。就像他问的，你只需要几秒钟发一个信息或者跟他说一声语音，你都没有做，其实你就是不想告诉他。这种不想告诉的背后就是你累你烦。我有时候在想啊，真的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那么美好，没多久之后我们就变成这样，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一个人的脾气秉性，还是另外一个人的过错呢？或许都有。所以这可能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所有的开始都是美好的，但是所有的经历可能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小伙子，我觉得你其实没有想清楚，女生很明确的告诉你，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想和你有未来，但是你态度很犹疑。我觉得你要想清楚，如果你和他你觉得没有未来，无论是他的脾气秉性，还是说你们各自的价值观人生观，或者说你们现在不太相同的这种境遇，都让你觉得你不可能跟他有未来，一定要告诉他，明确的告诉他，而不是要用这种方式来一点一点击垮他。所以你想清楚你的答案，然后告诉他。谢谢。好，谢谢周老师。其实男生，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烦吗？不知道。2个原因。第一个是，他所要跟你聊的事情你不懂，因为他已经工作，他接触到的是他遇到的麻烦，他想解决的问题是你无能为力的，同时也是你不感兴趣的，因为你下一步的规划是继续读书。所以在你对未来规划当中，你离社会还是有好几年呢。因为在校园的这个小环境里头，很多事情其实你觉得是游刃有余的，因为你是在社团，女生约你无外乎就是觉得你有能力嘛，在她面前你是可以展现出自己的优越感，但恰恰在她面前，她说的事情你不懂，她想寻求的答案你没有，所以你不耐烦，你只能简单粗暴说啊，你无外乎就要不辞职，要不找老板去涨工资，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当然不是，但是你又没有能力去帮助他解决，所以你就逃避。第二点就是，其实你想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头去活动，因为在那里你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在他那里没有。女生现在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孤独感，因为她刚步入社会，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在外面的确她是在学习，她无助。想从你这儿真不是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导师之类的指导，说你应该怎么做，不是，只是说能够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陪伴和理解，甚至于只是需要你有那份耐心而已嘛，对吧？但是得不到，而且反过来再看，你的未来规划当中并没有他，因为他已经想到走下去，成为家庭，成为真正要生活一辈子的那个人，你截然不是。所以你们俩的这种距离会越走越远的。所以女生啊，她还是个男孩，很多事情无法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所以你可能要做一定的判断。这种判断是说，在现在2个相对隔离的事业当中，是否恋人之间的感情还足以维持？如果不足够的话，可能要选择说是否要分手。而男生呢？你太多的不耐烦，就是因为你对这个女生的爱显然没有她对你要来的深厚。不要逃避，要勇敢的去面对。到底是因为客观上的问题，还是说自己主观的感情已经不在了？你需要去找到一个答案，问你自己。女生这段感情不必强求，她就是这样，你能够忍受吗？你能够自己独立吗？如果这份爱情不能给你足够的力量的话，就自己去寻找力量，多去学习。在职场当中去找到一个更有价值的自己，祝福彼此其实就可以，不必怨恨这段感情，因为你们曾经在校园里头有一段非常美好的那种瞬间，好吗？就这样。好，谢谢曲总。2位好啊。一段感情当中最难过的状态是什么？一方深情似海，另一方心早已飘向远方。从今天小俊的整个状态，你的语气，你的态度，你的理直气壮，你的斤斤计较，都可以说明一切。女朋友现在就你而言是一种工具，需要的时候，我不管你闺蜜是否来找你，你必须要在我身边。而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要来打扰我，不要打扰我打游戏，不要打扰我跟哥们儿喝酒。你让我一个人安静的待着就好。所以你会不耐烦，所以你会处处都在计较。对女孩就说2句话，当一个男生他不爱你的时候，他酝酿的都是借口；当一个男生不爱你的时候，沉默是答案，躲避是答案，不再主动也是答案。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的爱自己，
谢谢二位。好，谢谢莎娜老师。你在谈未来，他只跟你谈现在。他说我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只想过现在的日子。但我就特别想问女生，为什么那么想谈未来呢？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单亲家庭，所以更想未雨绸缪？因为我可能家庭成长环境我会很没安全感，我就希望每件事情都有着落。那我现在就跟你谈谈未来。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回顾一下在大学生活当中你跟他共同经历过的美好的岁月，因为他已经过去了。你们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可能会成为历史，这是你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在这段时间你会成长的比他要快很多，也许是因为单亲家庭带来的不安全感，也许是因为初入社会带来的压力，使得你总是想把日子过得更安全一些，过得更有未来一些。但是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自己无法掌握，所以你必须要面对这一切。你去苛求它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它不在你的状态，不在你的世界。你接下来的日子会有急骤的变化，所以你现在应该抓紧时间给自己打好一个基础。如果说要有安全感，这能给你安全感，那就是你不断累积的人生经历，你不断坚强的内心，你工作能力的越来越强，你所获得的生活自信感越来越多，你就不会没有安全感。对于男生来说没什么好说的，男生现在的状态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也不觉得你有什么错，都是你这个年龄应该表现出的特性。任性是你这个年龄应有的特性，但是给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喜欢过的人一点点温存，即便将来你跟他分了手，你也不后悔在那段时间你付出过。你说呢？那句话不说的挺好吗？爱对了是感情，爱错是青春，对不对？好，谢谢涂老师。别哭了。哎，见过幼儿园的小朋友玩过家家吗？见过。就4、5岁的孩子突然说我有女朋友了，你们怎么想？成熟的家长真的不会把这个当回事儿的，只是觉得孩子开了一个玩笑，仅此而已，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的那么一段。我说这个其实特别像现在很多年轻人谈恋爱的一种方式。科学家研究发现，女性是守规则动物，规则对女孩来说特别重要，所以在她的世界里面要建立很多规则。你们知道男生的特色是什么吗？不知道。男生的脑结构和男性的这个叫挑战规则，所以你看到所有的小男生在一起的时候，打架这件事情经常发生。小姑娘是过家家，制定规则，你要这样，我要那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又发现说女性比男性成熟的早。在我看来，恋爱其实就是一个探知的过程。在第一阶段探知的时候，了解的其实就是彼此最简单的信息。这个对这个年龄阶段男生来说已经够了，而女生在这个时候渴求第2步的探知，所以我要走进你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这两个差距出现的时候，当然大多数这样年轻时期的恋爱轰轰烈烈，但大多无疾而终。所以你们如果当一段经历的话，它痛，但是回首会很美。你们自己拿捏吧，挺美的，反正开开心心的恋爱，开开心心的争吵，每一滴眼泪都为对方而流，为自己而流，为爱情而流，就挺好，没有什么杂质嘛。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是我真正意义上面的初恋吧，我还是挺舍不得和你分开的。因为可能我家庭的原因，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点，我就会特别感动，所以希望你再对我有耐心一点，可以吗？我也会
再多理解你一点。我也希望你以后，因为我要上课，我也希望你以后能多给我一点时间。好，时间到，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下载金源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金源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我们来看看这一对嘉宾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爱你，你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就像是第一次。吵吵闹闹又一年，慢慢去更深入的了解对方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好，谢谢。我们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毕竟我现在还在学校，我也希望你以后能够多多体谅我一下，我也会多理解一下你工作上的烦恼。我想以后我们能够好好的走下去。谢谢老师。来，这个送给你，谢谢，谢谢两位，请回。就还能为一段感情默默的流泪或者放声的大哭，说明这个感情在内心还是有分量的。祝他们的生活开心快乐。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金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4年了，一直是异地。可是近期却有人告诉我，他在那边每天和别的女生在一起，最后打听了好久才发现是真的。然后我们冷战不联系了，他一直在求我原谅他，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原谅。是不是他以后不异地了，他就会只对我一个人好了呢？傻姑娘啊，就算是异地，也应该只对你一个人好啊。异地并不是他跟别的女生每天在一起的理由和借口。如果是这样的3心2意的男人，我想异不异地都不需要再在一起了。本节目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